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大家好，那今天我们要来解读由高盛撰写的报告。如果你刚好有关注中国的扫地机器人产业的话，这份报告绝对会让你对接下来即将公布的第二季财报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没错，因为现在市场的情绪就是非常矛盾。你如果看最近618电商大促销的战报，那个数据其实超级漂亮。对，表面上看起来很好，结果呢，今年大盘明明还算平稳，但是两大扫地机器人龙头，就是石头科技跟科沃斯，股价却硬生生暴跌了17%到30%。大家到底在恐慌什么？这个恐慌其实主要是来自3个疑虑。第一，就是怕内需补贴结束之后买气会缩手，然后第二是怕海外通膨影响高价家电的销售。可以理解，毕竟大环境有变数。对，但最怕的其实是第3点，也就是像追觅这类新品牌所掀起的流血价格战。说到价格战，这真的很像那个极限的胆小鬼赛车，就是大家都拼命往毛利悬崖冲，看谁先受不了。没错，但这份报告里面的产业竞争板块分析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显示有人终于踩刹车了。哦，是谁踩刹车了？其实追觅已经停止了那种很激进的补贴扩张，这代表整个产业的价格战正在快速降温。而且在刚过去的618大促销期间，石头科技跟科沃斯的商品交易总额，也就是 GMV， 不但没有缩水，反而都成长超过20%。哇，成长超过20%，这很高哎。那既然大家不再疯狂流血杀价了，接下来比拼的就是硬实力了吧？是的，这份报告就指出，在市场比较疲弱的时候，石头科技在京东还有天猫的市占率反而逆势提升了约10个百分点，达到35%。35%，这等于是说，当价格回归理性之后，消费者其实还是会把钱砸在技术力更强的头部品牌上。对，大家还是会挑好东西买，所以国内市场算是暂时止血了。不过，光是停止价格战，其实并不能解释高盛为什么预测会有大幅度的业绩反转。也是，毕竟停止价格战充其量也就是活下来而已。那真正的成长引擎到底在哪里？真正的油门其实是踩在海外市场。这份报告提到最惊人的一个数据，就是第二季海外扫地机器人的需求增长超过40%。40%，这真的很夸张诶，成长超快。对啊，这也导致高盛对这2大龙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评级。他们建议买进石头科技，却给予科沃斯卖出评级。哦，等于是这2家公司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战略岔路，对吧？没错，科沃斯在海外市占率下滑，主要是因为他们同时陷入了扫地机和洗地机双线防守的泥淖，但是石头科技却靠着打入美国 Costco 这种大型实体量贩通路，创造了新的成长曲线。等一下，我得挑战一下这个观点，就是现在网络购物这么发达，买流量其实就能带动销量啊。为什么这份报告会把打入传统线下通路看作是这么强大的护城河？这个嘛，主要是因为 Costco 也采购逻辑非常严苛，实体通路的货架库金极度有限，一旦你能上架，代表你的产品不论是品质、性价比还是退货率，都通过了最残酷的检验。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来自实体通路的强大品牌背书，是花钱买网络流量也换不到的。对，完全正确。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面临通膨或是消费紧缩的时候，这种实体通路的消费者忠诚度与抗压能力远远高于那种很容易陷入销价竞争的电商平台。原来如此，能撑过 Costco 的严苛筛选，本身就是一种定价能力的展现。没错。所以未来投资这类制造龙头，我们不能只看整体销量。这份报告提醒我们要盯紧2大指标，第一就是海外平均售价，看品牌有没有真实的议价能力。那第2个指标呢？第2就是线下通路的拓展速度。当然了，这份报告也下调了部分估值倍数。是因为大环境的关系吗？对，像是地缘政策啦、全球消费放缓，甚至美国未来的关税政策，这些都还是必须留意的潜在风险。确实，风险还是要顾及的。那在我们结束前，留给你一个延伸思考。
随着这些扫地机器人越来越聪明，不但能精准扫描家里每一个角落的格局，还要随时连上网络更新。没错，他们收集的资料量非常大。对啊，所以未来的智慧家居设备会不会不只是贸易战的焦点，甚至成为大国之间资安角力的新战场呢？这绝对值得你持续关注。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摘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如果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警语：本报告提供的资讯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买卖操作的推荐。